者是一个中国籍男性，83岁。尸体发现地点呢是自己家，报案人是一个上门探访的社工。据了解，他是独居的，无亲无故，所以背景没可疑。死亡原因是呼吸道受阻导致缺氧，最后施救致死，死因没可疑。我们在呛到他的食物里发现了人体的组织，利用骨头验出是成年女性的 DNA。见证说这些组织还没有到位，所以相对完整。有点难以想象，正常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吃自己同类这么残忍？战乱饥荒的时候就会，但是现在太平盛世，在什么情况之下，一个人会产生吃人体组织这个想法？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产妇在生产完之后吃自己的胎盘，因为他们觉得可以补身。也有一些中医会用健康人类的胎盘入药制成紫河车，但是这个很明显不是胎盘。我就当有人真想吃人肉，除了杀人之外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拿到人肉？有尸体的地方，验尸房，你的地盘。我这里怎么会有尸体拿去让人吃啊？你不说殡仪馆、火葬场，也就是放死人的地方。其实有些病人做完截肢手术之后，如果医院有人处理不当的话，是真的有机会被其他人拿去食用。不会吧？在某些国家，的确是允许病人可以拿回自己的截肢，也真的有人会拿自己的截肢去跟其他朋友一起分享来吃，开 party。哇！能不能知道用什么方法处理过？见证怀疑是高温烤焗过。其实人肉并不是理想的食物，大自然很奇妙。如果我们人类同类相食的话呢，库鲁病产生的死亡率是100%，无论你用多高的温度去处理，都杀不死致病蛋白。死者应该不是真的主动想吃人肉，我想是一个意外，他吃了自己也不知道。谢谢。这么早啊，师兄？什么进度啊？幸好业主没有急着放租，所以还没有找人做清洁，现场环境保持得很好。跟旁边邻居都录好口供了，照这么看，不像有谋杀或者肢解尸体，也没有发生过打斗。喂，监控录像呢？好东西当然留给你了，去买饭。下次写字写得清楚一点，拜托。见证报告出了，死者家里冰箱里的烧肉骨找到成年女性的 DNA， 跟噎死死者那块碎骨 DNA 是一致的。问过所有医院了，最近没有女性病人做截肢，殡仪馆、火葬场都说没有女性尸体有问题。收到。哇，这家叉烧不错。怎么样？看片子没有？头儿，这个死者8号呢，他的活动范围就是家附近，他最远也只是过了2条街去投注站赌马。老人家活动能力相对有限，合理。他离开投注站之后，就去了一家烧腊店买饭，很可能就是我们在他家冰箱找到的，因为我们查过监控录像，没看到他去其他有食品出售的地方。哪家烧腊店？有没有地址？坤记烧味，炮仗街198号。我好像在那边买的。这么有趣。啊，那坤记有2家店面，一家是总店，一家是分店。死者是在分店买的，咸公道。他们还有自己的烧腊工厂，在火滩。开工。收到。重案组，请问哪位是负责人？我是。麻烦你身份证。哦。罗先生是吧？对啊。
我们警方想在这里展开调查工作，麻烦你暂停营业。什么事啊，Sir？我们怀疑你店里出售的食物有问题，想进一步调查。如果食物有问题，应该是食环处来，怎么会是重案啊？Sir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们这里很干净的。我们会了解的。现在麻烦你先把你所有伙计叫出来。死者是一名孕妇，被剖腹，胎儿被人拿走了，暂时还不知道死者的怀孕周期。初步看来，凶器是一把手术刀。商场有2个保安，早上一个，晚上一个。我看过所有监控系统，要不坏的，要不没开。就算再拍，也没对着案发的铺位。凶手选这个地方的原因呢，显而易见。问题是，死者为什么会被凶手带去这种地方？班 Sir， 我是严卓颖，今天正式加入重案3。太凶了！买些瓶装水，把它塞满。这几条街根本没什么东西卖，除非他遇到熟人，又或者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，因为某些原因跟他一起进去。就是凶手是一个跟施慧仙很熟的人。重案组总共有9个组，其他组不要人吗？你37周了，我38周哦，那我们2个差不多时间生。吕先生，你跟你太太最近有没有跟什么人起争执？你们是不是觉得慧仙是被人寻仇啊？这是证物？不是，这种东西都拿来警觉？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，头骨有被超过60度的水温处理过的痕迹。找找附近街道和店铺的监控录像，我要知道这个男人上了什么车，去了哪里。叶总， Yes, sir。好像有点异味。法医证实，残肢和头骨是属于同一个女死者的。开门！有死者，有人承认，监控拍到整个弃尸过程，还有遗书。我们有7、8年没见了，你怎么会做这一行的？赚钱是饭吗？那你跟赫曼是不是还在一起啊？分了很久了。有理由怀疑有人在这里先放血再分尸。阿恩之前是我这组的，不过几个月前他已经离职了。是他自己离职，还是你们炒的？是公司劝他自己离职。为什么？有同事反映他在生活上不太检点。你对曾佳敏有什么了解？挺烦的，经常都好像有经济问题，好像要问阿恩和其他朋友借钱周转。电台 call 噪音投诉，平安村2座427，音响声音太大。警察，有没有人啊？是你？